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人？他坐在你旁边，几乎不怎么说话，但每次他一开口，整个房间都安静了。他穿的衣服没有 logo， 走在大街上你不会多看一眼，但当他走进某个场合，你就是能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气场。你好奇问他一个月赚多少钱，他只是笑了笑，把话题轻轻带过。你问他认不认识哪个厉害人物，他说还好还好，接着反过来问你最近怎么样。你可能觉得他有点神秘，甚至有点奇怪，但几年以后你突然发现他做到了很多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而那些当年在你面前拼命炫耀的人，好像还停在原地，有些人甚至混得更差了。你仔细想想，这真的只是巧合吗？不是，这背后藏着非常扎实的心理学依据。今天我想跟你聊一个看起来特别简单，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误解了的话题：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炫耀哪4件事。不过正式讲这4点之前，我想先说一句心里话。这篇文章不是要教你怎么低调做人、高调做事那种你听过100遍的鸡汤，咱们今天不熬。我们要挖的是那些真正处在顶端的人，他们为什么偏偏在这4件事上选择了沉默？而且你会发现，他们的沉默不是谦虚，不是装模作样，更不是故意憋着不说，那是一种深刻理解人性之后长出来的本能选择。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听到最后，你对聪明这2个字的理解可能会彻底改变。不过在开始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如果你曾经觉得自己不太会表现自己，或者你身边也有那种不声不响却很厉害的人，能不能先帮这个视频点个赞？这样系统就知道你喜欢这类内容，以后你会看到更多类似的深度分析。然后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记得点一下订阅，因为像这样超过7000字的深度拆解我会持续做下去，而你不希望错过下一次的认知升级。好，我们正式开始。第一件事，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财富。我知道你可能要翻白眼了，这个我早就知道了嘛，低调一点谁不懂，但我说的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意思。我们通常觉得炫富是缺乏安全感的人才会做的事，是那种突然有钱了的暴发户才干的事。但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这件事的真相比你想象的复杂得多，也温柔得多。哈佛大学有一项关于社会比较的长期研究，研究者发现，人类大脑天生有一种叫做社会比较偏差的神经机制。说人话就是，我们的大脑会自动把你自己的状态跟周围的人做对比，而这种对比会直接影响你大脑里多巴胺的分泌。什么意思呢？当你展示出自己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时，你的大脑会给你一点奖励，让你产生一种短暂的愉悦感，那种感觉非常真实，非常强烈，而且非常容易上瘾。所以你回头看那些喜欢炫富的人，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只是被自己的神经系统牵着走了。他们在寻求一种非常基本、非常人性的东西，被看见、被认可、被羡慕。你如果这么去理解，你甚至会觉得他们有点让人心疼。但问题来了，既然炫富能带来快感，那为什么真正聪明的人不去做呢？因为他们明白一个代价，这种快感是有毒的，它会悄悄损耗掉你最重要的东西。心理学家罗伯特·切尔迪尼在他的经典研究里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社会资本的损耗。什么意思呢？当你公开展示你的财富的时候，你同时会触发2种截然相反的社会反应。一小部分人会羡慕你，但更大一部分人会在潜意识里把你归入威胁的类别，而不是盟友的类别。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的神经系统对潜在威胁极度敏感。当一个人在你面前不断强调他拥有多少，你的大脑会在几秒钟之内完成一个评估，这个人是在分享还是在压我一头。一旦这个评估偏向负面，你们之间的信任就开始瓦解，而信任这种东西一旦碎了，是很难修复的。真正聪明的人明白一件事，
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价值的资源不是钱，而是人，是人心。而人心是无法用炫耀换来的。我讲个真实的故事。我认识一个做投资的朋友，他在圈子里很有名，但如果你在路上碰到他，你绝对不会觉得他有钱。他穿的衣服是那种没有 logo 的基本款，开的车是一辆开了快10年的日系车，住的小区也很普通。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旁边桌有人在吹自己刚买了什么限量版手表，声音大的整个餐厅都听得见。我那个朋友全程安静吃饭，偶尔笑笑，一句话都没接。后来我忍不住问他，你不觉得那个人有点吵吗？他说了一句让我到现在都记得的话，他那么大声，是因为他怕别人不知道他有。我不说话，是因为我不怕别人知道我没有。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那种骨子里的自信？这就是我想说的，真正富足的人，他们的安全感来自内部，而不是来自外部的眼光。当你还需要靠别人的羡慕来确认自己的价值的时候，说明你内心对自己拥有的东西还没有真正接纳。而当你真正接纳了，你根本不需要别人知道。社会学家托马斯·斯坦利在研究美国百万富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真正的富人往往住在普通社区，开中等价位的车，穿没有 logo 的衣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银行账户完全不匹配。而那些疯狂展示奢侈品、开豪车、住豪宅的人，反而往往是那些刚刚积累了一点财富，就迫不及待想要证明自己的人。这个现象背后藏着一条很深的心理规律，炫耀的本质其实是恐惧。你害怕自己不够好，所以你拼命向外找证据。而那些真正站在高处的人，他们已经不需要证据了。所以，如果你是那种不喜欢展示财富的人，请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够会生活，或者不够懂享受。你的沉默不是不会，而是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成熟。好，这是第一件事。但你可能会想，那炫耀人脉呢？很多人觉得认识谁谁谁是一件很值得说的事。但我要告诉你，真正聪明的人在这一点上的沉默背后，藏着更让人意想不到的真相。我们接着往下聊第二件事。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炫耀自己的人脉。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或者你曾经也这样过。饭桌上聊着聊着，他突然来一句，我认识那个谁谁谁，上次跟哪个大佬一起吃饭，我的圈子里都是顶尖的人。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有点累，甚至有点说不清楚的反感？你不知道为什么，但你就是不太想跟这个人继续聊下去了。我来告诉你为什么。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叫做弱关系的力量。他在研究里发现，在职业发展、信息获取、资源整合这些领域，真正产生巨大价值的，往往不是你和好朋友之间的那种强关系，而是你和点头之交之间的那种浅层连接。原因其实很简单，你的强关系圈子里的人跟你拥有高度重叠的信息、资源和机会。你认识的人他们也认识，你知道的事他们也知道。但那些弱关系圈子里的人能带给你完全新鲜的，你从未接触过的东西。这个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延伸含义。当你急于向别人展示你的人脉时，你实际上是在做一件非常低效率的事。你在用我认识谁来交换别人对你的尊重。但这种尊重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你本人的价值之上，而是建立在你和某个人的连接之上。一旦那个连接断裂，或者被证明是虚假的，你的社会形象会瞬间崩塌。我给你讲一个历史上很有趣的例子。上世纪20年代，美国有一个叫南方俱乐部的社交圈子，里面全是达官显贵，大家见面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互相炫耀自己认识哪个参议员、哪个大法官。但真正改变历史的是圈子外面一个不太起眼的人，他叫托马斯·爱迪生。爱迪生几乎不参加这种社交，他也不到处说自己认识谁，但他做了一件事，他持续创造价值。
他不断发明，不断改进，不断解决实际问题。结果是什么？那些曾经互相炫耀人脉的人，最后都排队想认识他，因为爱迪生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中心，而不是某个价值的连接点。这个逻辑到今天都没有变过。真正聪明的人深谙一个道理：你的人脉是你价值的结果，而不是你价值的来源。换句话说，如果你本身足够优秀，足够有价值，那些顶级的人会主动靠近你，你根本不需要到处宣扬。而如果你本身没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就算你真的认识一两个大人物，那些连接也不会持久，因为关系的本质是价值交换。这不是冷血，这是规律。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心理学原理在这里起作用。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把人分成3类：给予者、索取者和匹配者。他发现，长期来看，真正活得最好、人脉最广、事业最成功的，往往是那些给予者，就是那些专注于创造价值、帮助别人的人。而那些热衷于展示人脉的人，往往是在用一种间接的方式索取他们想用我认识谁来换取你对他们的好感和尊重。真正聪明的人不需要这样做，他们不说我认识某某某，他们直接帮你解决问题。当你的问题被解决了，他们的价值自然就显现出来了，而且这种价值是真实的、持久的，会在你心里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更有意思的是，那些真正拥有顶级人脉的人，对于保护这些关系有一种本能的谨慎，因为他们明白，关系是一种隐私，是一种信任的体现。当你把某个人的名字当成你的社交资本随意使用的时候，你其实是在消耗那个关系，而不是在建立它。所以下一次，当你遇到一个不怎么提他认识谁，但每次你有需要他总能帮上忙的人，请记住，那才是真正的人脉高手。现在我们已经聊了2件事了，财富和人脉这2样东西都是很外在的。那接下来这件可能会更靠近你自己，因为我们要聊的是很多人每天都在无意识做的事情——炫耀学识。你可能觉得炫耀学识好像没有炫富那么让人反感吧？但我想告诉你，它在人际关系里的破坏力可能比你想的要大得多。好，我们进入第3件事。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炫耀自己的学识。我知道这一点很多人会觉得有点难理解，难道聪明的人不应该喜欢分享知识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分享知识和炫耀学识是2件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事情。我来给你描述2个场景，你感受一下。场景1，你们一群朋友在聊一部历史剧，有人说错了一个历史细节，这时候其中一个人立刻打断说，不对不对，你这个说错了，其实是这样这样的。然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了5分钟，中间还顺带提到他读过多少相关的书，去过多少相关的博物馆。场景2，同样的情况，另一个人轻轻说了一句，我之前看到过一个不太一样的说法，不知道对不对，你觉得呢？然后他引导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大家都学到了东西，而且都觉得很开心。这2个场景，你更喜欢哪种人？答案显而易见，但你知道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是什么吗？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叫做成长型思维和固定型思维。固定型思维的人把知识当成一种静态的资产，一种需要展示和保护的东西，因为他们的自我价值感跟我知道多少紧密绑定在一起。一旦有人质疑他的知识，他感受到的不是学习的机会，而是对自我价值的威胁，所以他们会有一种强烈的冲动，不断地展示自己知道多少，来维护那个脆弱的自我形象。而成长型思维的人把知识视为流动的、不断更新的东西，他们不在乎证明自己知道，他们在乎的是能不能让大家都更清楚地理解这件事。这种根本性的出发点不同，导致了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还有一个更有趣的研究可以支撑这个观点。心理学家托马斯·戈尔多维奇
在研究知识错觉的时候发现，知道的越多的人，往往对自己的无知越有清醒的认识。这就是著名的邓宁克鲁格效应的反面。真正博学的人对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更加敏感，他们在开口之前会先想到10件自己还不确定的事情，所以他们反而不会轻易以我最懂的姿态出现。而那些知道一点点就迫不及待要展示的人，恰恰是因为他们的认知还没有到达那个看见自己无知的境界。这个点特别值得你停下来想一想。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人，他说什么都是肯定句，永远没有可能，也许我不太确定。你仔细回想一下，那种人给你的感觉是他好厉害，还是他好累？大概率是后者。我讲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我有一个做学术研究的朋友，是国内很顶尖的大学博士毕业。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聚会，聊到一个有点偏门的话题，关于某个古代文明的习俗，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自己的理解其实都不太对。我那个朋友全程没有打断任何人，他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点点头。后来有人问他的看法，他才很慢地说，我对这个领域了解的也不是很深，但我之前碰巧读过一篇相关的论文，里面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角度，你们听听看是不是合理。然后他用很短的话把核心信息讲清楚了。你知道那一刻大家是什么感觉吗？没有人觉得他在炫耀，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人好舒服。他不但没有让任何人难堪，反而让整个对话变得更丰富了。这就是炫耀学识和分享知识最本质的区别。炫耀学识的人，最终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很笨，而分享知识的人，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变聪明了。这两者之间差的不只是态度，差的是对知识本身的理解。真正聪明的人还明白一件事，知识的价值不在于你拥有它，而在于你怎么用它。当一个人把精力放在炫耀学识上，他就在把有限的认知资源用于一件低回报的事。而那些真正厉害的人，他们在用知识解决问题，在用知识创造连接，在用知识帮助别人成长，这才是知识真正的意义。好，我们已经讲了财富、人脉、学识这3样东西，看起来已经覆盖了很多人一辈子追求的目标了。但我要告诉你，接下来这件事才是真正区分高手和普通人的分水岭。因为这件事我们每个人都在做，而且我们几乎都以为它是美德。我们进入今天最后一个点，也是我个人觉得最深刻的一点。真正聪明的人从来不炫耀自己的努力和痛苦。这个可能让你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奋斗即正确的时代。你去翻翻社交媒体，满屏都是我昨天又熬夜到凌晨3点，我已经连续100天没有休息了，我为了这个目标牺牲了所有的娱乐时间。这类内容往往能获得大量的点赞和认可，因为它触发了人们对努力这件事深深的崇拜。但真正顶级的人不会这样炫耀自己的努力和痛苦。为什么？我们先说努力。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在研究刻意练习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发现：真正高水平的表演者往往看起来非常轻松，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努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努力已经内化成了一种自动化的能力，不再需要消耗大量的意志力和注意力。他们的努力是高效的，有方向的，不是用蛮力撑出来的苦劳，而是用智慧打磨出来的功夫。当你需要不断展示自己有多努力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用过程来换取认可，因为你对结果还没有信心。而当一个人对自己的结果有充分的信心时，他不需要用努力来做背书，结果本身会说话。我不是说不应该努力，也不是说努力没有价值，而是说当努力成为一种表演的时候，它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不仅仅是在别人眼中，更是在你自己的内心。心理学里有一个经典现象叫做过度理由效应。什么意思呢？当人们把努力过度外化成一种需要他人认可的行为时，他们的内在动机会逐渐被外在动机取代。
本来你是因为热爱一件事而全力投入，但当你开始习惯性的从别人对你努力的赞美中获得满足感时，热爱就慢慢退场了。你的动力来源从内部转移到了外部，而外部的掌声是不稳定的。今天有人给你点赞，明天可能就没有了。一旦掌声消失，动力也跟着崩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自媒体上晒了一段时间打卡努力之后，反而更容易放弃，因为他们训练了自己的大脑去寻求外部认可，而不是内部的成就感。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再说痛苦炫耀，痛苦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隐秘的一种社会行为。它不像炫耀财富那么直接，但它同样是一种向外界寻求认可和关注的方式。我好累，我太难了，你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这类表达背后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情感需求，需要被看见，需要被理解，需要被心疼。这完全可以理解，这是人类的本能。但真正聪明的人对这种需求有更清醒的认识，也有更健康的处理方式。心理学家埃米·莫兰在研究心理韧性的时候发现，那些真正在逆境中屹立不倒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他们不会把自己的痛苦作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他们经历痛苦，处理痛苦，然后从痛苦中走出来。但他们不会把我受了多少苦变成一张长期展示的名片，因为当一个人持续展示自己的痛苦时，他实际上是在强化那个痛苦。神经科学告诉我们，大脑有一种叫做神经可塑性的特质，你思考什么，你就强化什么，你的神经回路就会往那个方向生长。当你不断讲述自己有多痛苦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不断强化那条我是一个受苦的人的神经回路，而这条回路一旦成型，它就会成为你看待自己、看待世界的默认滤镜。你不再是一个有无限可能的人，你变成了一个被痛苦定义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代价。我讲一个历史故事。二战期间，维克多·弗兰克尔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在那个极端环境里观察到一个现象，同样是身处地狱，有些人最终崩溃，放弃死去，而有些人却能活下来，甚至在那种环境里保持内心的自由。弗兰克尔后来写了一本书叫《活出生命的意义》。他在书里说了一句非常震撼的话，在刺激和反应之间有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藏着我们的自由和力量。什么意思呢？痛苦来了，你没办法控制，但你可以选择怎么回应这个痛苦。你可以选择把它变成你身份的标签，到处告诉别人你有多惨。你也可以选择把它转化成洞察力，转化成同理心，转化成向前走的动力。真正聪明的人处理痛苦的方式不是压制，也不是炫耀，而是转化。他们允许自己感受痛苦，但他们不会在每一次社交里都把痛苦拿出来消费，因为那不是在疗愈，那是在重复受伤。说到这里，我想稍微停下来跟你说一些不太一样的话。你可能会想，那我是不是什么都不应该说？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成就、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情感都藏起来？不是的，完全不是的。我想在这里非常清楚地告诉你，分享和炫耀是两种本质不同的行为，而区分它们的关键是你的出发点。分享是你获得了一些真实的体验、真实的洞见，你想要把它传递给别人，希望它对别人有用，希望它引发一些真实的对话和连接。这种分享是流动的，是有呼吸感的，是双向的。炫耀是你需要通过向别人展示某件事来获得一种自我确认，一种我比你好或者你应该认可我的感受。这种炫耀是单向的，是索取性的，是封闭的。一个人当众分享他克服困难的心得，和一个人反复强调他吃了多少苦，表面上看很像，但你只要认真感受一下，就能感觉到那种根本性的不同。所以问题不是说不说，问题是为什么说。当你的出发点是真实的连接，真实的贡献，你说什么都有光。当你的出发点是寻求认可，填补内心的空洞，再低调的话语也会让人感觉不自在。
我再说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个做心理咨询师的朋友，他每天要听很多人的痛苦。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你每天听这么多负面情绪，你不累吗？他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久的话，痛苦这件事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当你试图把它藏起来的时候，它会变得无比巨大。但当你愿意正视它、拆解它、理解它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缩小。可如果你把它当成一面旗帜到处挥舞，它就会长在你的脸上，再也摘不下来。这段话我一直记到现在。所以你看，那些真正聪明的人，他们不是没有努力过，不是没有痛苦过，他们只是选择了一种更聪明的方式跟努力和痛苦相处。他们把努力藏进过程里，把痛苦转化成力量。他们不欠任何人一个解释。好，现在我们把这4件事串起来看一眼。财富、人脉、学识、努力和痛苦，这4件事几乎覆盖了一个人一辈子最在意的东西。而真正聪明的人在这4件事上选择了沉默。他们不炫耀财富，因为他们知道人性的价值远超金钱，而炫耀只会让人心离得更远。他们不炫耀人脉，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价值才是最真实的资本，关系是价值的自然结果。他们不炫耀学识，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无知比对自己的知道更有清醒的认识。知识对他们来说是服务于人的工具，而不是彰显优越的武器。他们不炫耀努力和痛苦，因为他们把有限的精力用在真实的成长上，而不是用在管理别人对他们的印象上。这4件事加在一起，指向的是同一个底层真相。真正的聪明不是一种表演，而是一种内在的充盈。当一个人真正充盈的时候，他不需要向外界借光，因为他自己就在发光。我最后想送给你一句话，你不需要让所有人看见你有多好，你只需要让对的人感受到你有多真实。因为真实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稀缺、最有力量的东西。如果你今天听到这里，心里有一点点被触动，甚至有一点点不安，因为你发现自己有时候也会炫耀那4件事，请你不要急着自责。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人性本身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设计成需要被看见、被认可的生物。这种需求根植在我们的神经系统里，可以追溯到人类还生活在部落时代的几万年前。那时候被群体看见和认可意味着生存，被忽视和排斥意味着死亡。所以这种对认可的渴望是真实的，是正当的，是无可指责的。那些顶级的人之所以不去炫耀，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需求，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满足这种需求的更有效的方式，不是通过展示，而是通过真实的创造和连接。这是一种能力，是可以学习的，是可以培养的，但它需要时间，需要精力，需要你一次次在内心深处和那个渴望被认可的自己坦诚相见。如果你愿意，我想邀请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受。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不声不响却非常厉害的人？或者你自己有没有过那种突然意识到不需要再证明什么的瞬间？我想在评论区看到你的故事，因为每一段真实的经历都有它独特的重量，而你的分享可能正好是另一个人今天最需要听到的东西。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也请你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个你觉得够真实的朋友。不是为了炫耀你看了个好内容，而是因为好的东西值得流动。别忘了点个赞，订阅这个频道，这样你就能收到更多像这样1000字以上的深度拆解。这里是人性解剖笔记，我们下期再见。